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为什么在这世间偏偏有些大善人，明明一辈子都在积德行善，最后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凄惨下场？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或者听到长辈说起这样的事，很多人都想不通。大家会觉得老天爷根本不长眼，甚至开始怀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根本就是一句用来骗人的空话。你是不是也曾经在心底这样深深地怀疑过？其实这真的不是老天爷不公平。古书《太上感应篇》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透彻，叫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而在佛法的底层逻辑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业力。很多人对业力的理解太浅了，以为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明天就一定能中乐透。其实因果业报的运作就像是埋在整座城市地底下的巨大地下水管。表面上你家门口花团锦簇，你每天都在给路人施茶施水，大家都夸赞你是个大好人。可是你没有察觉到，你这座房子的地基下面，那些看不见的深层管线里，早就积满了几代人传下来的污垢与毒水。这些业债看不见摸不着，却像复古之躯一样，悄无声息地在黑暗中慢慢积攒着。等到哪天水管承受不住爆裂了，毒水瞬间淹没一切的时候，任凭你现在多么富甲一方，声名显赫，你也躲不掉这场老天爷的清算。在所有看不见的业力里，有3种债牵连最广，业报极重，一旦欠下，可能几代人都还不清。今天我要讲一个发生在蓝郡的真实公案。当地最有名的首善陆兆泰陆老爷，前半生有口皆碑，后半生却突遭横祸，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泥潭。他的离奇遭遇刚好能解开你心中那个关于为什么好人没好报的最深疑惑。故事要从蓝郡城南的那座青瓦白墙的陆家大宅说起。府邸的主人陆兆泰年过半百，是当地最大的粮商。他这个人啊，为人宽厚，乐善好施。每年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陆家的粥棚一开就是2个月，救活的穷苦百姓根本数不清。大家都叫他陆善人，都说像他这样的大好人，这辈子何该享尽荣华富贵，福泽子孙。就在他50大寿那年秋天，陆家刚收完秋粮，几座硕大的粮仓堆得满满当当。看着金灿灿的麦子，陆兆泰心里盘算着，留足了明年赈灾的粮食，剩下的还能卖个好价钱。可是就在当天夜里，怪事发生了。明明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晴天，天上连一丝云彩都没有，更别提打雷闪电了。可是陆家最大装得最满的那座粮仓，竟然无缘无故地燃起了熊熊大火。那火势来得又快又猛，就像是有人在上面泼了油一样。家丁们发现的时候，火舌已经窜起几丈高，把半个夜空都映得通红。全家上下连同街坊邻里忙活了整整一夜。最后那座价值万贯的粮仓还是化为了一片焦黑的废墟。陆兆泰站在废墟前，脸色煞白。他不明白，粮仓重地，日夜有人巡逻，门锁得死死的，外人根本进不去。好端端的粮食怎么会突然自燃？官府查了半天，也只能用天干物燥，意外走火来结案。陆兆泰虽然心痛，但他家底厚，勉强还扛得住，只当是破财消灾。可是真正让他心头发毛的是3天前一个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的神秘老道士。那个老道士当时直勾勾地盯着陆家的牌匾，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说：3日之后烈火灼金，你家主人欠下的第一笔债
该还了。3天后，大火真的烧了。陆兆泰自问一生光明磊落，从未做过亏心事，他到底欠了谁的债？要用这么大的家业来还？直到后来，那个老道士再次出现，点破了天机，陆兆泰才终于明白，这把火烧的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他父亲当年欠下的第一笔债，这叫忘恩负义的绝情债。原来陆兆泰的父亲陆秉德年轻时只是个流落街头快要冻死的穷小子，是城东烧瓷器的王老爷子心善，收留了他，不仅给他一口饭吃，还把毕生烧瓷的手艺倾囊相授。王老爷子甚至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他。王家有一门独门秘技，能烧出绝美的雨过天青色瓷器。老爷子破例把传女不传子的秘方交给了陆秉德，指望他发扬光大。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陆秉德得了秘方，又骗了王家小姐的身子，却转头就把秘方高价卖给了王家的死对头。他不只卖了秘方，还卷走了王家所有的现银，连夜逃跑了。王老爷子得知真相，气得重病不起，王家窑彻底败落。而那可怜的王家小姐羞愤交加，带着身孕，万念俱灰地跳进了烧瓷的火窑里，在烈火中含恨而终。老道士看着崩溃的陆兆泰，冷冷地说：你父亲用那笔不义之财辗转他乡，做起了粮食生意，这才有了你陆家今天的基业。可是你爹赚的每一文钱都带着那座火窑的烙印，所以那场大火烧的不是你的粮仓，烧的是你爹当年种下的孽。王家小姐投窑自焚的怨念化作了业火，这叫火从何处起，债从何处消。荧幕前的你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后背发凉？在佛法里，这就是最可怕的共业与业力流转。你以为因果报应是当下结算的吗？不，它会潜伏。我们把场景拉回现在，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遇到了愿意拉他们一把的贵人，教他们本事，给他们资源。可是一旦他们翅膀硬了，为了更高的薪水，为了更大的利益，转头就出卖了提携自己的恩人，甚至带走公司的机密，反过来打压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老东家。他们可能短期内赚得盆满钵满，换了豪车，买了豪宅，大家觉得他们很成功。可是佛法告诉我们，这世间所有的获得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踩着别人的真心和眼泪上位，那股被背叛的怨念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看不见的火种。你今天种下绝情的因，来日命运就会在你最春风得意、最没有防备的时候，降下一场无名的大火，烧掉你最在意的心血。这就是世间第一笔最难还的债。不要以为别人原谅你了，事情就过去了。因果的账本上那一笔记得很清楚。第一笔债，用一把火烧掉了陆家一半的家业。陆兆泰以为只要自己坚持行善，总能感动上天，化解这场劫难。转眼到了冬天，蓝郡的天气冷得邪乎。可是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接连下了几天大雪，旁边的兰江非但没有结冰，江水反而一天比一天上涨，浑浊的浪涛翻滚着，透着一股让人不安的气息。陆兆泰为了挽回粮仓的损失，花重金在江边码头租了几间货站，里面囤满了丝绸、茶叶和名贵药材。眼看江水异常，他心里发毛，特地加派了人手日夜看守。就在这天傍晚，那个神秘的老道士又出现了。他站在陆府门外，留下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他说：火债已还，水债又至，今夜子时，龙王讨债，片板不留。陆兆泰气得浑身发抖，觉得这道士在故弄玄虚。可是当他披上大衣赶到江边码头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魂飞魄散。只见原本平静的江面，此刻江水暴涨。更诡异的是，这滔天的洪水仿佛长了眼睛，它绕开了码头上所有其他商家的店铺，唯独朝着陆家的那几间货站发了疯似的猛扑过去。一声巨响，几丈高的巨浪狠狠拍下，那用金铁加固过的货站瞬间就像纸糊的一样被拍得粉碎，价值连城的货物眨眼间就被卷进了滔滔江水之中。不过短短一炷香的时间，几间货站全被夷为平地，真的是应了那句片板不留。最让人发毛的是，子时一过，狂暴的江水竟然奇迹般的平息了，水位迅速回落，仿佛刚才那场毁天灭地的区域性洪水根本就是一场幻觉。陆兆泰瘫坐在泥地里，面如死灰。两场天灾，一场火，一场水，精准地摧毁了他所有的产业。一夜之间，富甲一方的陆善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他终于崩溃了。他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跑到江边，找到了那个在桥洞下钓鱼的老道士。他声嘶力竭地吼着，问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老道士看着他，叹了口气，揭开了陆家欠下的第二笔债。这叫恃强凌弱的阴损债。这笔债是陆兆泰的爷爷陆千山欠下的。当年陆千山是个心狠手辣的江边一霸，他看中了下游一户李姓人家的土地，想据为己有，用来建码头。李家人死活不肯卖这块祖产。陆千山见明的不行，就来阴的。他暗中派人截断了李家上游的水道，还用脏东西堵死了李家唯一的一口清泉。不出1个月，李家的田地干涸龟裂，颗粒无收，连喝的水都没了。走投无路的李家老汉，最后带着孙子在无尽的绝望中消失在了滔滔的兰江水里。陆千山就这样用极低的价格霸占了那块地，而那块地正是如今被洪水冲垮的陆家货站的地基。老道士冷冷地说：你陆家的富贵是建立在李家的痛楚与眼泪之上的，恃强凌弱，断人生路，这是阴损至极的恶行。所以这场洪水为什么绕开别人，只冲你的货站？因为它冲的不是你的货，洗刷的是当年沉在水底的冤屈。这叫水淹不溢底，债消驱魂兮。我们把目光拉回现代，你在职场或商场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现象？有些人，有些大企业仗着自己资源多，权力大，就肆无忌惮地去打压那些没有背景的小商家、小职员。他们可能会用各种不见光的手段截断别人的客源，抢走别人的心血，甚至把别人逼到走投无路，只为了扩张自己的版图。在世俗的眼光里，他们这叫狼性，这叫商业策略。他们赢了，他们很有本事，但在佛法的因果里，这叫恃强凌弱。你以为你赢了这个世界，其实你欠下了无比沉重的阴损债。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剥夺了别人赖以生存的水源，老天爷全都看在眼里。那些被你欺压的人，他们或许无力反抗，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吞，但这些委屈和不甘会汇聚成命运深处的暗流。等到某个时刻，当你以为自己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商业帝国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一场无法挽回的风暴，就会像那场绕不开的洪水一样，精准地摧毁你引以为傲的地基。佛法常说，天道好还，
你怎么断别人的生路，业力就怎么断你的后路。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侥幸，只有毫厘不爽的因果。知道了父亲和爷爷造下的孽，陆兆泰的心彻底沉入了冰窖。他引以为傲的家业，他行善积德的资本，原来处处都沾着别人的眼泪。他抬起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声音颤抖地问老道士，那第3笔债呢？是不是轮到我了？是我欠下的，对不对？老道士看着他，眼神里多了一丝悲悯。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陆兆泰，我问你，你这些年广施钱粮，救济穷人，大家叫你陆善人，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踏实，很心安理得？陆兆泰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点点头说，我行善不求回报，只求一个心安，好一个心安理得。老道士的声音陡然拔高，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陆兆泰的脸上。你用来换取心安的钱是哪来的？是你爹背信弃义骗来的，是你爷爷恃强凌弱夺来的。你用这些沾满别人痛楚的钱去施舍，去扬名，去买你自己的心安理得。你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大善人，却把祖辈的罪孽，把那些受害者的委屈死死地踩在脚下，当成你成圣成贤的垫脚石。你以为你是在行善积德，错了，你这是在用别人的眼泪洗你自己的名声。每一次施粥，每一次接受别人的感恩戴德，你都在加深这份罪孽。你骗了世人，骗了自己，甚至妄想骗过老天爷。这就是你欠下的第3笔债，也是最重的一笔债，欺心瞒天折福债。老道士的话就像一道道天雷，劈得陆兆泰魂飞魄散。他呆呆地跪在雪地里，终于明白自己就像一个小偷，偷了别人的东西拿去送人，还到处炫耀自己是个好人，这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可笑。在佛法里，这叫做有漏的善。就像一个破了洞的杯子，不管你装多少功德进去，最后都会漏光。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常见？有些人在外面是个大慈善家，动不动就捐款建庙，成立基金会，可是转过头来，在公司里疯狂压榨员工，克扣薪水，甚至做着黑心食品、逃漏税的勾当。他们以为只要我把赚来的一部分钱捐出去，老天爷就会保佑我。这叫什么？这叫妄想贿赂老天爷。你用的根基是脏的，就算你在上面种满了莲花，结出来的果子也依然带着毒。这叫欺心瞒天，它折损的不是你的钱财，而是你子孙后代最珍贵的福报。听到这里，陆兆泰痛哭流涕，他不在乎钱了，他死死拉住老道士的衣角，哀求着说，道长，我错了，所有的罪让我一个人来扛，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他们是无辜的。老道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语气终于缓和了下来。他说，你以为我引来那场火，那场水是在害你吗？你可知按照你陆家原本的命数，这第3笔债该怎么还？你的儿子会在18岁那年染上毒瘾，败光家产，最后流落街头。你的女儿会遇人不淑，受尽折磨，郁郁而终。你陆家3代积累的罪孽，本来要让你的骨肉用最惨烈的方式来偿还，可是现在大火烧了你的粮，洪水冲了你的地，家财是你享受福报的载体，如今财没了，福报的载体碎了，你那欺心瞒天的罪过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你虽然现在穷困潦倒，却保住了你一双儿女的平平安安，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吧。听到这番话，陆兆泰整个人僵住了，
一瞬间，所有的怨恨、不甘、迷茫，全都化成了无比的感激。原来倾家荡产不是老天爷不开眼，而是老天爷用最严厉的方式给了他最慈悲的救赎。他恭恭敬敬地对着老道士磕了3个头。老道士递给他一个又冷又硬的杂粮馒头，说：吃了吧，吃了它，前尘往事一笔勾销。陆兆泰就着冰冷的血水，大口大口地咽下那个粗糙的馒头。虽然有些难以下咽，但他却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踏实、最干净的一顿饭。从那一刻起，那个沽名钓誉的陆善人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干干净净、踏踏实实的普通父亲。听完了陆兆泰的故事，你也许会松一口气，觉得还好还好，我祖上没有做过这么可怕的事，我也没有那种大逆不道的业债。可是啊，佛经里有一句话说：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我们虽然没有欠下那种惊天动地的大债，但在这柴米油盐、兵荒马乱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累积着各种微小的情绪债？口业债呢？六祖慧能大师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跑到深山里去吃斋念佛，而是真真实实的落在你每天的待人接物里。为了不让我们重蹈用脏水洗手的覆辙，今天看完这支影片，我希望你能把佛法带回生活里。为大家准备了3个你今天晚上立刻就能开始做的微行动。步骤很简单，只要你愿意试着做，就能帮你慢慢清算过去的积怨，养出一片最干净的福田。第一个微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法。因果业力听起来很玄，其实它的源头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的起心动念。每天晚上睡觉前不要滑手机，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安静地坐在床边，或者躺平在床上，闭上眼睛，像放电影一样，把今天发生过的事情在脑海里快速过一遍。不要去评判对错，只是去观察。比如今天早上买早餐的时候，老板动作慢了一点，你心里是不是闪过了一丝不耐烦？今天在公司帮了同事一个忙，你心里是不是暗暗期待他明天会回报你？今天下班回家，看到满地乱丢的玩具，你是不是对着孩子发了一顿脾气？看到了，承认他，然后在心里轻轻对自己说一句：我今天又起了烦恼心，我原谅自己，明天我会试着做得更好。这个动作叫做觉察。业力最怕的就是你看见它。当你看见了自己那些微小的自私、计较与不耐烦，它就无法在黑暗中继续滋长。这3分钟的关心，就像是每天帮你的心灵洗一次澡，把今天的污垢洗掉，干干净净地迎接明天。第二个微行动，日常的口业净化练习。我们现代人最容易漏掉福报的地方，就是这张嘴。古人说，口是伤人斧，言是割舌刀。我们常常把最大的耐心给了陌生人，却把最尖锐、最刻薄的话留给了最亲近的家人。从明天开始，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在你想抱怨、想骂人、想酸别人的时候，在心里默默数3秒钟。比如看到另一半袜子乱丢，本来想脱口而出，你到底讲几百次才听得懂啊？试着停顿3秒，深呼吸，把这句带着情绪的业转化为一句平静的陈述。可以帮我把袜子放进洗衣篮吗？又或者在办公室里听到同事在八卦别人，不要跟着去踩一脚，你可以选择微笑、闭嘴或者默默走开，不造口业，
就是在积累巨大的福报。如果你能把抱怨的习惯慢慢转化为对别人的包容与赞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际关系，还有你整体的运气，都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第三个微行动，隐形的无相布施。陆兆泰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把做善事当成了一种可以炫耀、可以买心安的交易。在佛法里，这叫有相布施，是有条件的。我们现在要练习的是最高级的行善，叫做无相布施。意思就是做一件好事，不求回报，不求名声，甚至连受帮助的人都不知道是你做的。这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走在路上，看到一块可能会绊倒人的石头，你默默地把它踢到旁边的草丛里，在便利商店顺手帮后面的陌生人拉一下门，或者在心里默默祝福一个刚好擦肩而过，看起来满脸愁容的路人，祝他今天一切顺利。做完这些事，不要发脸书，不要发动态，不要告诉任何人，就把这份善意轻轻地留在天地之间。当你做善事，不再是为了让别人夸你一句好人，不再是为了向老天爷祈求什么好处，只是单纯的出于你内心那份干净的慈悲时，你所种下的，就是这世间最纯粹、最不可能被折损的无量福报。这三个微行动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你愿意坚持，它就能从底层彻底改变你生命的磁场。光阴荏苒，一晃20年过去了，蓝郡城西的破落巷子里多了一户做豆腐的人家。曾经富甲一方、高高在上的陆善人，变成了一个推着木板车走街串巷卖豆腐的老伯伯。他起早贪黑，日子过得清贫。从前的高头大马变成了如今的徒步双脚，街上偶尔有认识他的人会投来嘲讽或同情的目光，但陆兆泰总是一笑置之。他的背有些驼了，头发也白了，但他的眼神却前所未有的温和与宁静，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没有成为败家的赌徒，而是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教书先生。他的女儿没有遇人不淑，而是嫁给了老实的木匠，一生安稳，儿女双全。他不再刻意去追求行善的名声，遇到乞讨的人，他会默默送上一块热豆腐，下雨天他会把斗笠让给没带伞的路人。这些善举微小的几乎不值一提，却都出自他最真诚的本心，是用他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干干净净的善意。这看似平淡清贫的一切，才是他此生乃至陆家几代人所能求得的最真实、最宝贵的福报。世间事皆有因果，有时候我们眼见的福，或许是包裹着蜜糖的毒药；我们遭遇的祸，或许是上天以另一种方式给予的慈悲救赎。真正的福田不在于你捐了多少钱，修了多少桥，而在于你走的每一步路是不是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不是都经得起岁月的清算。唯有干净的根基，才能长出庇佑子孙的参天大树。影片看到这里，如果你也感受到了一丝平静，或者一丝力量，我想邀请你，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留下你的一句善言。你可以写下一句简单的祈福，为你自己，为你深爱的家人，甚至是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什么表面的数据，而是希望我们能一起把这个小小的留言区变成一个充满慈悲与包容的正向磁场。当你敲下祝福的那一刻，你的心念是无私的，是清净的，而这份纯粹的善意最终也会化为不可思议的力量，回向到你自己以及你家人的身上。愿我们
都能在纷扰的红尘里修得一颗干净的心，得一份踏踏实实的安宁。我们下期影片见。